这个牌子其实都有这个密封的。对啊，它盖子都是密封啊，对不对？都是密封。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拍了？对，好，下一支带来的是娇兰东方乌木。哦，东方绿瓶，还有绿色。很多人在等呢，这一支。啊？很多人在等。那因为这是只到一支啊，那等这一支的开箱文。哦，真的啊？你是唯一到货那一支的人，对。这样子，还没刚喝。因为这是我私人许愿啊，私人许愿。好。因为我有，黑色的那个皇家檀香，对。红色的麝香，那再来后面我看了一下，我本来想收齐的，后来因为真的是放不下，那我又看，竟然有一个乌木，我竟然没有收。对，那我就偷偷许愿。放不下可以放到我们现场来啊，就放到我们的这个。可是你的桌子也很满。不会啊，桌子满。永远也少一瓶，是不是？永远也少一瓶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不用担心。然后，而且我们会不断的更替。那咖啡机在那边，好，大家不要那个。对，可以来这边。咖啡豆豪哥让我们喝到饱。豪哥帮我们选的是星巴克咖啡豆。好啦，黄金圣诞，好吧，黄金圣诞对。好来看一下这个瓶子，因为我是买机包啊，因为这个的盒子就比较普通，就是那种普通的纸盒，就没有像我们之前试的那个叫什么 ？TT 的。倾心之子，那会有那种华丽的盒子。那我想说，那既然其他的盒子也很普通，那就买 T 包就好了。好啊。东方乌木。听起来就是应该是喜欢我的菜，木质调的菜。对，好不好？你的吐司，你闻过了没？我盲买。盲买。对，我唯一敢盲买，对啊，我怕喷到你的吐司啊，不会。我要吃完了。对。好。你的吐司也变成东方乌木的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吃吐司吗？因为我准备要去做全身健康检查，今天要低渣饮食。这个赞呢！哇！这个觉得我不喜欢乌木料都觉得不错闻。哇！我不是乌木挂，我都觉得这一支不错哦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我的菜哇！而且是带有绿感哎，我现在闻到的是。你有没有觉得应该不是绿感？藏红花跟玫瑰，藏红花跟玫瑰。藏红花的味道很明显了，藏红花味道很明显。然后带有，这就是很标准的乌木味了。我现在还有闻到干燥草的味道，干燥的稻草的味道。而且我一直觉得在溪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乌木就藏在溪边、溪水边，所以为什么闻到水的味道、水花的味道？它没有，赞的。你真的喜欢吗？不错，真的，我说实话。对，因为娇兰木质调来说，娇兰对娇兰，它真的是就是也许跟其他家一样的香材，但是它把它修饰打磨的非常非常的精细，然后没有任何太暴力或太突兀的味道。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香调，香调其实非常简单。好。香调就是这样。对，很纯粹了哈。很纯粹，不复杂。这种不需要太繁琐了。是。它讲求的就是一个纯粹的味道，沉香木、皮革、藏红花、玫瑰、乳香、雪松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越简单越困难。对，它呈现的真是很到位。以少数来讲，我们拍了这么多支乌木挂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我的。对，都是你喜欢的，但老实讲，其实让我觉得一开始好闻的乌木其实不多。那这一支是称得上是第一名的，堪称第一哦。它没有那种太重的动物味，它没有那种太重的动物味。然后乳香、玫瑰、乌木三者融合为一，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味道。我应该讲和谐的味道，对，和谐的味道。OK。
你觉得这一支适合在什么场合？如果是你在用乌木的系列的话，这一支适合在什么场合？其实若天气应该是礼拜六就可以用，因为礼拜六好像寒流要来了。礼拜六寒流来，这是一定要寒流来才。其实不用了，大概20度以下我就觉得可以用了。20度以下就可以用。那这一支扩散性怎么样？这是扩散性普通，但是以这个，它不会太扰人，有没有气场没有实在是太强大，好像核弹爆炸。但是这个持枪是非常非常久的，因为娇兰的用料跟娇兰的调香一直都是，几乎跟香奈儿、迪奥也是并驾齐驱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娇兰其实以前是做香水起家，对，就最近才改成化妆品，也没有最近啦，被 LV 收购之后，但是它一直最强项就是它的香水，对，那娇兰的香水很多人喜欢，很多人喜欢，是，那这一支东方乌木真的是圆了我的梦，那其实我是盲买，但是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，OK， 来，我们名字讲一下。有这个乳香跟玫瑰乌木三者融合为一，还有一点藏红花去做一点修饰，非常棒。就这个香型我有很多了啦，但是这个的品质还是让我惊艳不已，还是非常惊艳。而且它绿瓶也挺好看的。对，所以我有3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、绿色、红色。OK。那换我讲讲，我觉得这个乌木它不会盛大到让人家觉得退却3步，对，退却3步，倒抽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不会。那它也不会，就是本来乌木都会带一点腥臭味嘛，但这个不会哦，它让你知道这就是乌木存在，但是它不会去侵扰你。那你说它扩散性，当然没有那种侵扰强，相对它因为娇兰一定要把它打磨的非常非常细致的味道，因为它不会太出格的味道，我想不会出现在这种品牌上面，就是它会让你有另外一个选择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是那种爆炸型的，那你有可能还有其他选择，不会在娇兰里面找到，我相信不会在娇兰里面找到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闻到的是它有一点就是乌木，然后皮革，然后玫瑰三强鼎立的感觉，在这一然后乳香、藏红花，那光是这个香草我都可以背出来。因为太容易背了，那要不要把刚刚那一支这个再回归黑暗就没有办法。OK， 真的是为难我，对。好，那这一款你说你会用在什么时间点？我觉得天气冷一点都可以用，而且它会让你有那种，它真的是一个暖香啊。就昨天因为聊天区也有写暖香，暖男香也是个暖女香，其实男女皆宜。这个当然可能还是稍微略偏男性一点，但是我反而觉得这个比回归黑暗更合适中性真的，男女生都可以。对，那基本上只要天气一冷，它就会给你有那种暖暖的感觉。是，就是你晚上可能不管是出门的时候顶着寒风，可能下着细雨，但是喷上这个，都让你觉得，它就喷上这个，就是好像你已经带了暖暖包出门。对，暖暖包。哇，我这还越来越会想，这暖暖包。我老觉得喷的这一支，就是外面再怎么冷，你会觉得心中有暖炉。没错。就是在这个火炉旁这样子。没错，就不用再去吃姜母鸭了，知道吗？我自己觉得这一支，不论冬天的上班或者是平日的休闲，都是很可以的，因为它就秋冬了，不侵扰。那扩散面很强大，有乌木，然后玫瑰，然后稳重的皮革在身边围绕这样子。那你可以随时穿，随时喷，不用烦恼什么场合合适。对，而且有着娇兰的高品质 ，high quality， 对，有着娇兰的高品质。是，OK。那因为你看迪奥、香奈儿，香奈儿好像没有乌木，香奈儿从来不出乌木，迪奥也有，但是显香不是很明显。但是当然他们这几个大概最乌木可以拿来当做它的招牌的，大概是只有娇兰，娇兰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前调就先留在这边，那待会再回来跟大家细细品味。
一下后调。对，东方乌木娇兰，拜拜。拜拜。东方乌木回来了，已经开始拍了。开始拍。好来。一如既往，就是我喜欢乌木的味道，非常非常的优雅的乌木，不会太突兀，也不会太暴力，更不会太爆炸。一切的它就是娇兰把这个，当然要归功于调香师，把整个乌木、玫瑰、乳香、皮革的部分打磨得非常的精细，打磨得非常精细，让它变成是一个男女都非常适合，因为在通常乌木调是。乌木调一定是在冬天的时候使用，就秋冬的时候使用，让你在这个冷冷的天里面，有一个法式优雅的乌木的味道。是，法式优雅乌木的味道。OK， 你个人有觉得说，法国跟意大利的乌木会是比较好的香材吗？就意大利更暴力一点，更直接一点，更没有修饰一点，它就是给你就是很纯粹乌木的感觉。是，但是因为法国的乌木一定是把它修饰得非常非常的优雅，对，就是跟法国的精品一样，一定都是以优雅著称，它不会有太多太突兀啦，太夸张、太浮夸的造型。那你看，就像香奈儿、迪奥这些，展现的都是优雅，都是优雅气质，不会像。古驰啊，对不对？凡赛斯啊，这么的浮夸，应该很浮夸的造型。好，来，那 HTC 后调，你觉得这一支现在，它中了啦，这支它中了。对啊，因为从头到尾一直讲说是很赞。对，因为我其实本身我没有什么真正乌木味道比较重的香水。对。那这一支中后调给我感觉是它整个变得很圆润，没有一开始的那么强烈的味道。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调性还是很像，只是说它整个变得很圆润了。OK。因为法国人喜欢把东西打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致的味道。有一些，它这里面是有，因为我前调过我没有听清楚，它里面是有花香吗？还是？藏红花。藏红花。对，藏红花。它有玫瑰，还有玫瑰，对，它有一个花香味道出来。是。中后调一点。或者是说它可能乌木的味道因为变得比较圆润，所以让其他的味道。对，它就会把在这个打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致，然后非常的和谐，不会有一个味道是太过突出的，太过突出的。对，那这一个后调，我觉得留在目前身上就是木质跟玫瑰的香调，而且是玫瑰是一个干燥玫瑰一直很稳定在输出的感觉，它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复古中古世纪的这个优雅感。对。那如果你去西餐厅或者是比较仿古的餐厅，那我觉得它可以衬托出你的典雅的气息啦。那我觉得我很喜欢它现在玫瑰后调一直很稳定的这个感觉。那你闻得到，但是不会扩散，不会太夸张，就是气场不会，就比如说气场就大概，因为乌木大概很容易就超过2米的气场，因为你一喷下去只要一下就好，那全部都向前形成一个保护罩，应该讲保护罩都是陷入在乌木，但是这个大概一只手臂吧，大概就一只手背的距离，就是你只要进入一只手臂的距离，就是我们正常交谈的距离。才会闻得到，它不会太爆炸，也不会太浮夸，那一如既往有法式香水的高雅跟典雅的味道。对 ，HTC 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？这个我会倾向用在晚上，然后会稍微偏正式一点的场合，比如说比较高级的餐厅，或者是可能有些比较特殊的活动，比如说音乐会。音乐会这种，不错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讲过参加音乐会这件事，因为还好有新的声音出现。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有记忆点，我觉得如果太常用的话，会让你对这个味道的评价会慢慢的越来越低，因为你可能会掺杂各种不同的回忆在里面，就会比较没有记忆点。OK， 所以我会将它用在比较特殊的场合，然后稍微偏正式一点的场合。对它有特别的记忆，对，因为它味道太特别了。因为它可能是，这种香型的香水比较稀少，所以
它一闻就给它的那种 impact 就是冲击是非常大的。你这个对你对啊，是小菜一碟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我有很多这种香型的，所以其实我会买这个就是收集它的味道，就是比较在同样香材不同品牌的差异啦。OK， 是。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支，超爱。对，娇兰一如既往在我心目中占有很大的分量。当然，对，我也对它越来越肃然起敬。所以我们刚刚有讨论过，就是要把这个系列全部引进，对，全部引进。就是一支很有娇兰特色的乌木。对，是。东方乌木，绿皮这一支你会定义在什么料？木质调，这一定是木质调，对，很经典的木质调，就是法式的木质调。好，那豪哥分数10分，对，哇，10分哦，对，10分，我靠，好，你收集这么多乌木，但是你依然给他10分，娇兰值得10分，真的，娇兰值得10分。好，那 SCC 这个我也要给10分，你也给10分，这个是乌木的冲击，加上娇兰的那个风格，是，很少见。OK， 好，那你，我觉得我是玫瑰乌木调，以这个木质花香调来说，你们都给了10分了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不会差太远，我给他9.8分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我还是不是那个乌木挂的，但是我觉得跟豪哥一起开了这么多支的乌木，我觉得这一支是让人一开始就觉得舒服的。那其他的其实有时候强大到你需要一些时间，其他对你来讲真的太强烈了，对。那这个是一开始就让人家觉得是舒服的，做到位，对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你要能够留香，又要然后一开始不撞击对方的鼻子，这是。其实它是个还算好入手的一个乌木就是你刚喷，当然它会有乌木的，让你有乌木的感觉，但是不会，实在是不会太强烈，就是直接冲击你的鼻腔，就让你整个鼻腔爆炸。是，OK， 爆炸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支东方乌木，相当不错。好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支。东方乌木，再把它想办法全系列引进来。对，没错。好，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